首先有请总统发表场听谈话。萧美琴副总统、潘孟安秘书长、胡昭燮秘书长、何志伟副秘书长、张敦涵副秘书长、现场媒体朋友，还有线上收看直播的国人同胞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昨天在新北三峡北大国小校区外发生惨痛的重大交通事故，造成多人伤亡。行政院在第一时间成立专案小组，我昨晚也前往探视伤者。后续中央相关部会和地方政府会携手合作，积极协助家属，并尽速厘清事故发生原因，检讨改进，避免不幸再度发生。在这里，我要向罹难者和家属致上最深的哀悼，也期盼伤者早日康复。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服务人民，感谢台湾人民的托付。1年前的今天，我肩负起带领国家勇往前进的重责大任。我要感谢所有国人同胞这1年来跟政府携手合作，共同克服种种挑战，让国家持续向前迈进。面对全球关注，也是影响国人最重要的3大挑战：气候变迁、健康促进以及社会韧性。我在总统府成立了3个委员会，目前都有了阶段性的成果。我们接轨国际，透过各部会由下而上的自主计划，再由行政院净零小组由上而下提出6大部门20项减碳旗舰计划。预计到2030年，政府将持续投入突破1兆元净零转型预算，并且带动民间绿色投筹融资至少达到5兆元，迈向2035年减碳38%加减2的国家减碳新目标。台湾的空气品质已经逐渐改善 ，PM2.5 年平均浓度从2015年的21.82下降到现在的12.8。今年开始，台湾正式实施碳费制度，我们会目标坚定、脚步稳健、策略灵活地落实2050净零转型的愿景，和全球一起追求永续成长、繁荣发展。同时，为了因应全球后疫情时代的挑战，兴建国家级防疫中心，强化防疫中枢。为了促进全民健康、普筛癌症，成立癌症新药基金，并启动5年489亿的健康台湾生根计划。今年的健保总额更大幅增加712亿元，让健保永续发展。我们要打造健康台湾，让国人更健康，国家更强，也让世界拥抱台湾。我们更努力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，除了持续盘整国家级项目的准备，举行实地验证，也整合各部会力量，提出针对国安统战威胁的17项因应策略，来团结国人，抵抗分化，保护我们所珍视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。而最近行政院编列的4100亿元特别预算，其中1500亿元更是要来提升国家韧性，也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。在国家前进的道路上，挑战和难关会一再出现。上个月初，美国宣布新的关税政策，我提出了5大因应策略，并且启动产业倾听之旅，希望携手产业界突破挑战，开创新的契机。行政院也在最快的时间内整合各界意见，提出强化安全韧性特别条例，并将运用税基剩余编列4100亿元的特别预算。除了支持产业与安定就业，更要强化经济，照顾民生，提升国土安全韧性，让台湾产业在变局中持续稳健前行。
尤其我们跟产业界的座谈中，各行各业纷纷主张不要调涨电价，支持政府拨补台电，弥平从COVID-19 疫情到俄乌战争以来，台电补贴民生和产业用电的亏损，来健全台电的财务，以稳定电价。也期待朝野合作，通过行政院的特别预算。百工百业也都希望维持供电稳定。其实能源安全就是国家安全，因此确定供电稳定，同时开发多元绿能，不论过去或未来，都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。除了电价议题，近期国人也都非常关注台美关税谈判情况。经过前一轮的实体磋商后，仍在持续进行当中，过程顺利。政府会秉持确保国家利益、维护产业发展、绝不牺牲任何一个行业等3大原则，站稳台湾的立场。从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出发，会快慢有序、有为有守，争取最好的谈判结果。台湾和全球民主伙伴共享民主的价值，并且遵循自由市场原则，共荣发展。这是我们最大的本钱，也是广大台商释放活力与能量的保护伞。这是我们和威权体制最大的区别。长期以来，台湾和美国以及民主伙伴积极交流合作，也彼此砥砺成长。朋友之间难免有摩擦，但终究能够磨合。如同圣经所说：“铁磨铁，磨出刃来。”朋友相感也是如此，朋友之间互相切磋，能够磨掉缺点，展现优点。即使遭遇意见分歧，只要有信任的基础，诚恳的对话，也能够更加了解彼此，让交情更加深厚。现在台湾的市场在全球，舞台在国际，未来我们会坚持以民主的信念，拓展多元市场。第一，台湾的经济路线很清楚，我们会以市场为导向，推动立足台湾，布局全球，加强美国的经济路线。近年来，台湾除了跟菲律宾、印度、越南及泰国等国家更新投资保障协定，也与加拿大签署了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。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，与友盟国家签署投资保障协定，以及避免双重课税协定。第二，台湾的贸易策略也很清晰，我们将扩大和美国以外更多民主自由国家的市场连结，行销全世界。因此，我们除了与美国完成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，也与英国签署了提升贸易伙伴关系协议，并且积极跟其他国家洽签贸易协定，同时持续争取加入 CPTPP 等区域经济整合。第三，台湾的经济体质必须调整，要兼具出口导向与扩大内需，兼顾科技研发实力与传统产业升级，兼备强化软体发展与生产制造。我们也要继续发挥台湾优势，吸引国际厂商来台投资合作。这几年来，美商英特格高雄新厂、美光台中市场，以及 Google 在台湾设立的海外最大研发中心，都陆续启用。超微、飞达和美国云端运算大厂持续布局台湾。飞达昨天也宣布将在台湾设立海外总部，透过这些跨国合作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，参与国际研发，我们将打造台湾成为更坚韧的经济体。未来，政府将成立推升台湾经济发展动能的基金，对外我们要放眼全球，投资国际市场。政府将成立主权基金，打造国家级的投资平台，充分运用台湾产业的优势，由政府主导，协同民间企业的力量，布局全球，连结 AI 时代的主要目标市场。
对内，我们要深化在地供应链，强化产业因应变局的能力。政府将提升国发基金功能，达到产业再造的目标，协助国内产业及中小企业转型升级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，巩固国内产业的根基。各位国人同胞，民主是我们的市场，是我们的价值，也是我们国力的展现。台湾曾经是世界戒严最久的国家，现在我们是亚洲民主的灯塔。过去许多前辈不畏牺牲，前仆后继，勇敢抵抗威权，追求民主。现在的年轻世代用各种合宪合法的方式，不畏艰难，积极参与政治，守护国家，深化民主，为多元的台湾而努力。这就是令人骄傲的民主台湾。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台湾人会放弃民主自由的生活，也没有一位总统可以背离民主自由的价值。台湾的民主一路走来，从来不是靠仇恨动员，而是靠公民参与凝聚而成。我们不怕意见不同，因为民主的核心就是在分歧中找到团结。我始终相信民主的纷争要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。过去1年，面对国内的政治局势，我们透过朝野政党共组祝贺美国总统就职代表团，展现民主台湾团结一致，共同深化台美关系。我也依照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，启开5院国政协会商，希望达成和解，促进合作。我们始终愿意张开双手，努力促成朝野对话，加强政党合作。因此，我将指示国安团队着手规划，向在野党主席进行重要国安情势简报，期望朝野政党领袖无论政治立场为何，我们都能够以国家利益为优先，以守护国家安全为前提，在相同的事实基础上，坦率、真诚交换意见，共商国事，携手面对国家的各项挑战。今天稍晚，台北国际电脑展就要开幕。这场展览国际高度关注，因为台湾是世界的细岛，撑起全球经济和人工智慧的神经中枢。全世界重要的科技界人士都来到台湾。回顾过去，这个展览最初只是在台北松山机场旁的一个小型展览场，但40多年来规划不断扩大，如今更标志着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里程碑。这就是台湾故事的缩影，也是台湾人民共同的成就。现在的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台湾，无论在全球科技发展、国际供应链分工、世界经贸交流、区域安全事务，台湾都是举足轻重、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。各位国人同胞，面对挑战，我们不退缩；面对未来，我们勇往直前。3分踢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我们会坚持团结，用台湾人的韧性、不服输的干劲，迎风转型，稳健前行。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精神。我们继续团结打拼，以坚定的步伐迎接挑战，让台湾成为世界之光、世界和平的舵手，更是世界繁荣的推手。谢谢大家。